focus。好，我们就请玉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第二本书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就请 Melody 来做一个采访。好，谢谢。好，大家好，我是周玉凯，好像刚刚有稍微介绍我一下，所以那今天就是我写的第一本书嘛，是这个游戏化实战全书，是讲这个八角框架如何设计人的行为的。那我最近我的英文版的这本书，第二本书可能去年出的嘛，那大概3个礼拜前，上周在台湾出版了，他们翻译成1万小时的游戏。那他就是在讲说，因为我的这个八角框架是我2012年研究出来的东西，然后2016年出版，那大概卖了十几万本。那可是我觉得影响我人生更多的是我2003年的时候，更早前23年前的时候，我开始把我的人生变成一个游戏在玩。那时候其实该做的事都只是做到最低限度，像读书、考试或什么的，然后读到不会被父母骂，然后就想说好吧，那我就停下来就去玩游戏了。结果后来我把我人生游戏化了以后，你就不会把它玩到最低限度嘛。那我就觉得说一定要玩到最好，所以我后来就做很多事情都做得还不错，然后还开公司啊、写书啊什么什么的。所以我就决定把我第二本书就是写说这个1万小时的游戏，然后把人生的这个游戏变成6个步骤，就是很多所谓的 RPG 游戏、角色扮演游戏里面都会叙述的。那这里面就会说，有些人他是所谓的叫我们英文是 NPC，就是非玩家角色，就是如果你玩过一些我知道在场很多人没玩过游戏没关系，我都会解释，就是说在游戏室里有些就是电脑控制的，站在那边，他可能就给你一个，你去跟他说，他就给你一个资讯，或者是卖给你一些装备，或者做什么，他就是单一功能的。那很多人他活在世界上，他就是站在那边有个单一功能，然后也不会去新的地方，也不会学新的技能。有些时候在游戏，他们只是让主角觉得说这个世界很热闹，有人在那边，可是他并没有做什么事。那我们就会觉得说，好，那可是如果你开始把你自己的人生当游戏，你说我要怎么去成长，怎么去找对的任务，怎么样去找到对的盟友，你就开始在所谓的探险模式 （adventure mode），然后你就变成了一个1万小时玩家。然后做到一些成功了以后，就6步有再连乘算的时候，就变成所谓的 OP overpower，就是超能的厉害的玩家。然后如果又做得更厉害，我们就说是 OP hero，就是这个超能的英雄这样子。那有时候我会跟人家讲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开始想说，现在的社会怎么可能把人生当游戏玩呢？对不对？现在这么的多困难的东西，物价膨胀很严重，金融系统面临很多危机啊，战争时期，还有 AI 危机，什么新型病毒一直在出来。可是呢，很多人没有想说，其实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把这个人生变成游戏玩。因为你去想，如果很多的，就算你没有玩过游戏，你看过一些电影啊、一些小说啊什么的，其实英雄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呢，就是说这个世界要有混乱。很常常说，一个故事的最一开始，这个英雄男主角、女主角是活在一个平静的村庄里，过着很安稳的生活。然后就忽然间有一个事情让世界变混乱，就是有一个魔王要摧毁世界，或者说，他的父母被坏人杀死了，或者什么，反正就遇到了一个很大的状况，他才勉勉强强痛苦的走出这个第一步路。那走出第一步路呢，就成为了这个我们所谓的英雄的旅程。然后不好意思，我很多英文，因为我的英文没有，我的中文没有那么好。可是呢，就是英雄的旅程，然后就说，他在一个正常的世界，然后有人说，有个原因要去这个做这个冒险。那可是大部分的时候还是会说，哦，我不要，我这个世界很舒服，为什么要呢？然后还会遇到一个这个恩师，去让他去真的去到这个冒险的世界，然后去遇到很多挑战，然后最后才是当英雄的回归自己的家乡这样子。这是一个叫Joseph Campbell 写的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就是他说所有的他研究了好几千个不同文化的传说故事的英雄，都有照这个框架在实现，就是大家听到这样的故事，就说哇，这个是我喜欢的英雄故事，就会传下去。那我们这个1万小时游戏呢，我们其实是6个步骤，那分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认识你自己，然后第二个阶段是自我成长。所以认识自己呢，就是说知道说自己的人生游戏是什么，人生的任务，然后知道你的天赋是什么，是神给你什么样的能力去做哪些事情比别人更快更好的，然后基于用你的天赋，你就可以想出你的人生的这个角色是什么。
再来就是说，你知道你的角色了以后要自我成长嘛，所以就要学一些新的技能，然后认识一些盟友，然后再去达到一些这个任务，然后任务就可以让我们技能成长，然后跟盟友建立关系。所以呢，那第一步就是选择人生游戏。所以这个很多人就连爱玩游戏的人，他们爱玩的有些不一样，有些人爱玩策略游戏，有些人爱玩这个射击游戏或打架游戏，或者是建造这个社会的游戏，其实都不太一样。那选择人生游戏呢，这个时候还不用去想自己的天赋在哪里，你要去想你的人生目标，你对什么有热情。因为我相信，如果说有一个人他对这个音乐有兴趣，他就算没有任何的技能啊天赋，他就只适合做扫地的。他在一个音乐公司扫地，他也是会比较快乐，胜过一个在卡车公司扫地。可是那当然有些人他对卡车是有热情的，对音乐没有兴趣的，他这种人反而在卡车公司扫地，他反而会有兴趣。所以一开始是先讲说，这个你的人生到底对什么有热情，喜欢什么。因为有热情做事才会有劲，其他人都是很努力在拼命的忍耐做，那你是觉得很好玩的在做，那人家就很难跟你竞争。然后我们就会说，要常常把人生游戏当勋章一般的挂在这个胸前，就是要常让人家知道你的人生游戏是什么，这样子人家才会去帮你啊，什么什么什么的。那我自己归类的我人生的游戏呢，就是说我要去制造很多可以改变世界的系统。然后呢，我想要去让很多世界最棒的人一起来，一起做一些很好的事情。然后呢，有足够的资源去说，我能想象什么东西，我就可以去创造出来。然后呢，要持续的当一个正直的人，然后要跟神保持好的关系。然后呢，每天要能够享受我的人生。所以，我如果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我就是在玩我的游戏。那如果不是在做这些事情了，我就离我的人生游戏越来越偏远。好，那第二个呢，就是辨别自己的属性。那所以就是说，看说，你有什么天生的才华呢？在很多游戏里面，你都会看得到，他就给你一张纸说，哦，你的这个体力这么多，你的这个敏捷度这么多，然后智慧那么多，智能那么多那在真实人生，很不幸的，我们没办法看到我们这些属性，我们要自己去尝试很多不同的东西，然后发现说，我好像什么东西做的比别人快，比别人容易，比别人好。所以就要常常去有各种的体验，然后去发掘这些东西。那在游戏里呢，会有所不同的职业嘛，有所谓的魔法师啊，还有战士啊，还有这个刺客啊。那如果说你做错的属性呢，就是说在游戏的魔法师，他通常是拿着一个杖啊，然后用魔法在后面躲在后面攻击的。可是如果他不知道，他就说我是战士，就拿着斧头到前面去冲，他就会很容易就输给其他所有的战士。所以呢，那我们就会去想说，好，那你的天赋有个三角形，那我就相信说，你最棒的天赋呢是有一个嘛，那前面5个是很重要的，然后还有很多其他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所以我就会衡量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想说这个三角形是什么。像我的一些天赋呢，在我2010年的时候想出说，这个可能是我的天赋。那第一个，我们天赋不会变，可是有一些东西像有耐心啊，或者是这个。哈哈哈。哎，这个有人在笑吗？不是，是这里面的人哈。OK，好，没问题。然后对，那这个是2010年的。那我们的天赋有些会成长，就是不是天赋成长，就是我们的属性会成长。然后呢，有时候我们的自我认知会更高。所以我2024年呢就有比较好的一个规划，就是说，我的头脑很会把人家觉得马不相干的事连在一起。那我有一些这个EQ 的智慧，就是会去想说怎么样去让人家。比较快乐或者是比较稳定，然后还有就是我学到的东西我马上去用，还有这些东西，所以然后我会看到一些循环，然后去想说下一步会是什么，然后再来就是我会我的可以看到什么2D 图可以长什么样子，所以这5个最高属性合并起来就变成我很适合创造2D 的框架去解释抽象的东西，然后跟人的这个行为科学有关系，所以。当我做的事情是属于我最好的属性的时候，人家就觉得我好像是世界这方面最强的人。可是呢，在很多很多其他的环境里，我其实是非常吃亏的。我其实这故事很长，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分享。可是很多这些属性，在不同的情况下都是吃亏的。所以说，你要找到对的属性了以后，你还要找到对的环境，让你这些属性是可以让你能够是有优势，而不是处于劣势的。就像有些人他想法跟人家不一样，
对不对？那想法不一样，理论上是很会创新的能力。可是你到一些环境，他就是要你 A B C D 的做。他说你做 A B C D，你就想，哎，为什么不能做 S？为什么不能做 W？人家就开始生气，然后你就没有一些，就很多机会就不见了。对，然后一生就很不顺利。所以说，不同的属性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功用。对，那当然也会想说，有些有不同的弱点嘛，就是像我观察四周环境的能力非常非常差。就是像我们家门口一打开就有个消防泉，不消防的那个桶啊，那个蛮大的那个红色的大桶子啊。那我每次我家一经过右边一进门就有那个大桶子，然后我进了我家4年了，每天都进去，结果从来都没有发现过。4年以后我才说，哎，这个什么时候这边的？然后说，哎，一直都在那边嘛，我就不会去发现这种事，所以我的第3部的人生游戏角色，我就不可能去当侦探，因为我是不会看到周围的细小环境的，我都活在头脑里的世界里在想事情。对，然后反正有很多不同的东西。那其实我是没有 self control 自控力的，所以人家说，哎，玉考好像应该有自控力啊，开了3个公司，写了2本书，然后养3个小孩。可是呢，我就是因为没有自控力，所以我才需要去创造游戏化，让我对该做的事上瘾。因为你如果你不用自控力，也会去玩你最爱玩的游戏嘛，你反而要自控力去停止玩你最爱的游戏。所以说你把东西当游戏玩，它就可以弥补了我这个缺点，这样，所以就有很多这个。那我有个合伙人啊，他的属他也有优点缺点，那正好我也不讲细节啦，可是就是他的属性刚好就是他的强项是我的弱项，我的弱项是他的强项。像说他很会一直换方向，一直换方向，一直换方向。他觉得说，哎，不对，就赶快换方向。那我是很固执，觉得说不行，一定要撑到底。所以有时候一个5年的东西还没做好，我还是一直在 try。对，所以说我们两个就会有很不一样的一些概念。对，那我们这本书就会去分享很多的也历史上成功的人或现代成功的人，像是什么甘地啊、华特迪士尼、贾伯斯、Elon Musk 欧普拉、居里夫人，然后就会去看说，哎，那他有什么属性？然后他有什么弱点，然后他怎么去玩他的那个游戏，他就等于是个高分玩家嘛。那我们就想说他是什么样的角色，玩什么游戏啊？对，我在写这本书还读了2本半的孙中山的传记，对，因为我也是在分享他的属性。然后这个我觉得各式各样的东西，像我的女儿8岁，我现在在帮她做这个。我们2个女儿叫 Symphony Harmony 嘛，那我就帮她去研究说，好，那她目前能观察到的哪些属性还不错，有天分的，然后哪些是她好像有的弱点的，就可以慢慢帮她研究出来。所以这套理论我很相信啊，我的小孩也是在用。那有些属性它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像是说当领导者，我就觉得有3个特别重要的属性，一个是愿景，然后一个就是这个执行力，一个是同理心。然后呢，如果你是3个里面有2个的话，你就会有不同的，像是不同的领导者，像是教练型领导者，或者管理员领导者，或者是这个将军领导者。可是呢，如果你3个都有的话，我们就说你是个超能领导者 （OP leader）。对，那当你知道你的天赋了以后，你就可以选你的角色是什么。在游戏里面，通常你是先选你的角色，然后选角色以后，他才会跟你讲你的天分在哪里。可是，在人生，我们的属性已经来了，我们要先知道我们天赋，然后再选我们的角色。那角色呢，我有分4层，就是说，这个很多人想角就是说，哎，我的职业是什么嘛？可是其实有一个就是你的梦想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如果有个人说我的梦想是要成为美国总统，然后我每天都在往这个方向努力，那我觉得他现在的工作是什么，反而比较不是他的人生角色，他的人生定位。我不会记得他现在的工作，会记得他就是那个想要成为美国总统的那个人。对，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目标很重要，然后再来他的身份，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基础，我是周家的人，我是这个一个创业家，这个也是职业啊，可是因为我是很小就是创业家，或者是我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就是你认为你的身份是什么样的，他也是你的这个人生角色。那再来就是职业，那职业呢，它可以是你有收入的方法，可是它也是你做的义工啊，或者是你在家里照顾孩子啊，它就是一个你怎么样去发挥你的才华，去贡献给周围的人。然后在专业就是你真的有能力的人，像有些人他的职业是会计师，可是他其实真正的很厉害的专业是他会弹吉他，还有他会想象棋，对不对？所以他们这些其实都是不一定连在一起的。可是当你4个都连在一起的时候，你的梦想跟你的身份、跟你的职业、跟你的专业其实连成一贯的时候，你的人生也会特别的好，特别的成功。
那基于这样的时候，其实人在不同的地方就会在不同的游戏区玩。就是说，如果说有些人他就是有技术，对不对？他有技能，可是呢，那不是他人生游戏，所以他没有热情，他也不是真的很有天分。他就是在所谓的交易区，就是他有个技能，他就去交易区换钱，可是他没有觉得他人生充满的意义，不像是玩家。那有些人他是在热情区，他就是说好，我要做这个我的人生游戏，我觉得我很热情的东西，可是他既没有技能也没有天分，所以他其实做的很差，可是他觉得我就是喜欢这个，所以我是活得很热情，虽然不是很成功，可是很有热情。那另外就是说，如果你有天分，你也有这个技能，你是专家区，所以你可能人生很成功，大家都说哇你怎么那么厉害，也可能是高薪，可是它不是你的人生游戏，所以你就觉得好像人生很空，不知道在做什么，你就听着父母的话去当了很成功的律师，对，可是你就觉得好像人生不怎么样那所以这边就是冒险区，就是说它是你的人生游戏，你有热情的，然后你有天分，可是呢你还没有任何的技能。那这个最好的地方就是，其实技能是可以增加的。你的人生游戏喜欢什么，比较对什么有热情不容易变，你的属性也不容易变，可技能是可以去学的。所以你在冒险区感觉很可怕，对不对？可是你的人生游戏，而且你有天分，你只是还没有学技能。那你慢慢学技能，你就到了这个超能区，就是你在活在一个快乐的游戏空间里，这样这些是我的例子，不过就跳过吧。这个第四步呢，就是说去学这个需要学什么技能。当你知道你的角色是什么的时候，你就要学一个让你的角色可以变厉害的那些不同的技能。所以呢那很多的技能要相辅相成，不能只是专为一个，就是说，哎，你如果只想要当研究科学的人，可是其实还是最好能够去补一些技能，像是写作现在有 AI 啦，可是就是说，因为很多科学家他研究了很好很好的东西，结果没有人要看，没有人要读，他也不会去演讲去讲这些东西，结果他可能啊。70岁的时候，或过世有人还说：“哎，你看这个东西，他的研究真的很棒哎。”然后就写了，然后会有这个技能，就写了一本书了。他说：“哇，这个东西真的很棒哎。”然后他就60、70岁，他就拿了诺贝尔奖，对不对？可是他就少了一个这个相辅相成的技能，所以我们人生常常想说，那哪些东西配合起来才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才会是一个让你变得很强的一个玩家？那从技能来讲呢，常常人家会讲说，是有一个技能非常非常专精好呢，还是有一堆一堆不怎么专精的技能好呢？那我们认为说，应该在左边偏左的中间，就是你有一些技能蛮厉害，而且这些技能都互相配合。像这个我的书里面有介绍一个人，他其实是一个他是一个脑神经专家，可是他也是一个很成功的音乐家，所以他就把两个技能合在一起，他就常常做研究，就是说音乐对我们的脑神经有什么影响，他就写了一些书，然后我的书卖了10万本嘛，他的书卖了3000万，哎，300万本，300万本，对，然后他在各方面，在什么好像在伯克莱也是也是教授，可是在音乐界也是很红，所以他就是把两个不一样的东西连接起来，变成一个他在他的角色最强的。那我个人也是，我把游戏与这个人生工作这个开公司合并起来嘛。那我也不是最会设计或玩游戏的人，我也不是最会开公司的人，我也不是最会过人生的。可是把这个合起来以后，那我就有可能会是这一块最强的一个玩家这样。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说，哎，不同的技能嘛，说，哎，这是我2010年，然后还可以想说，好，那2020年我的技能是不是有增加？然后还可以想说我的未来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技能？那我觉得我自己其实应该有的技能是能够多祷告因为我的角色我刚刚没有讲，我的角色我想要当所谓的 spiritual architect，就是一个这个属灵的英文叫直接翻是建筑设计师可是是系统设计师，应该我会这样翻就是说我想要是透过这个神的力量达到我身上，然后我再去用我的手去把它变成一个设计很多不同的系统。对，那我平常就是说我会很多设计的系统，我的手很会做这些事情。所以这是2024年的我嘛，所以这方面我还蛮强的，然后我还蛮会说服人，就是我这个东西有道理然后这个经济行为科学什么什么，反正我这些都还不错。可是呢，我真的会想要的目标是说，OK，我还是要多能够跟神连在一起，然后呢，还会多会讲故事什么什么的，所以我就会人生就会知道说有哪些目标我应该去追求的。
然后我就觉得台湾人现在应该要学的啦，是在新的这个时代应该学会如何创新啊，情绪控制、沟通，英文我觉得超级重要会打个人品牌，然后国际构思和应用心理学，我觉得这些是台湾人应该要学的技能。那我自己发明这个八角框架也是一个很好用的技能，对，所以我就说我的小孩大概2、3岁我就开始教他们这个八角框架了。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都想说，如果我自己早学1年，早发现这个1年的话，我的人生可能也完全不一样。好，第5个就是找到这个盟友，没有就是跟你玩相同人生游戏，可是可能他们的角色不一样这个天赋不一样的，所以可以相辅相成的。对，那有时候你可以找等级比你高的玩家去玩，因为这就是一个恩师级，就是你比你前面20年的，他已经走了他已经玩了你在想玩的游戏，可他比你多玩了20年，所以他就可以很快让你升级，然后让你认识高级玩家。这个国人牧师以前对我来讲就是这个恩师级的高等玩家，他就教导我很多东西，然后所以我就升级比一般人快。那也可以帮低等玩家升级。那帮低等玩家，很多人会觉得说，有点浪费时间嘛，我明明要自己去提升，为什么要帮年轻人？可是其实像有很多的高中大学生，他就会写信给我说，这个我看你说你可不可以花一点时间教我东西？那大部分时候我是没有时间，因为我的客户基本上每个小时都是有12个人在那边等我教东西，这样在一直催我。可是有时候我就会心想说，好了，那我花点时间教你些东西。可是我就发现，其实时间过得很快，有些时候他们才18岁，我跟他们讲了1个小时的话，结果忽然间做了一个 email，就7年以后。他就说：玉凯，我25岁，我创了业，然后我募到了$2000万，然后谢谢你当年教导我这个以后你需要什么帮都跟我讲。我想哇，募到这个$2000万，比我自己创业的时候募的还多很多，对不对？所以其实低等玩家他们其实很快，大部分人5年到10年他就变成一个正职人物，所以他说不定就还等级变得比你高，你还需要他的帮忙呢。像那个贾博士跟这个 Steve Wozniak 这个电脑天才，他们就成了好的这个合伙人，然后就遇到对方。所以那时间有限，所以我有一些其他的说这个怎么样去建立着盟友的一些框架，我就跳过去。不过反正这个都是书里会讲蛮有趣的东西。好，那第6步呢，最后一步就是挑战任务，就是说好，那你知道你的人生游戏是什么啦，你也知道你是谁，你该学什么，那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才能去更接近破关，去完成你的人生游戏，然后怎么样去学习你的技能，然后跟这些盟友成为更好的增加默契，然后一起升级。对，那这个呢，这个它又分很多不同的这个任务，有些是学习任务，有些是这个我们说资源任务，就是你要去赚一些钱来去玩，才真的去玩你的游戏。像去好莱坞想要当电影明星的，常常还要到餐厅去打工，那就是一个资源任务，或者是一个健康任务，对不对？你要健康才能继续做要做的事情，或者是这个人际关系任务，跟自己的家庭关系要好一点，什么什么的。所以反正就是这个，然后。你知道你要增加哪些技能以后，你的任务也可能是，要读这本书，或者是去找一个实习的机会，或找一个工作，或上一个网课，反正这些都是能够帮你升级的，然后跟盟友一起成长。所以我就会去写说我的人生各个阶段到底做了哪些事情，那很多是回头看嘛，对我的人生真的有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我就把人生分很多阶段。我在2岁到8岁南非的时候，当然这些才小朋友嘛，就任务都没什么特别的。然后8岁到10岁在台湾。还认识了哪些盟友，然后这个时候是玩了什么游戏，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然后高中就是什么加入辩论队啊、下棋队写我的小说啊，然后什么发现游戏化啊，然后这个大学就是开我的第一间公司啊什么的，我就会发现说，每个任务都有学到新的东西，或者是增加我的属性，像增加策略，或者是这个忍耐度啊，或者同理心。所以在每个地方，在台湾这我还8岁到13岁，我就知道我玩这个炎龙骑士团2这个游戏，就增加我的策略头脑的发展。然后呢，这个西洋象棋也是增加策略，然后这个然后一些事情，这个让我比较有这个心理的强韧性嘛。然后就会去归类说我的人生到底让我哪些属性增加。然后最后就可以归类出说，我这人生走到了31岁的时候又做了什么，发表第1本书啊，什么什么。我在下个月就要40岁了啦，所以反正就是可以去看这个，然后看这个的好处说就知道说，
我的人生做的很，因为我会做很多很多事情嘛。那游戏里它会分主线任务跟这个分支任务这样嘛。主线任务它是可以让你真的完成你的游戏真正的大游戏的。那分支任务它就只是一些小玩好玩的旁边的东西，可是它其实没有办法帮助你完成你的真正的大任务。所以当我看我的过去，我就会发现哦，做这些事情好像我做了很多事，好像最后都对我的人生没有很大的影响。可是做了一些事情，对不对？因为你看我其实4年才几个而已，什么5年才几个而已，对不对？当然我这5年当然做了很多很多很多事，可真的让我的人生有改变就是这些事，所以我就可以知道哦，这种任务它能够让我改变生命的机会比较大，所以我就要多去做这种事情。对，那最后呢，就是玩完就可以这个破关嘛，说不定就完成你的人生游戏的任务了。就是说，哎，我想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达到了。那通常人也觉得很有意义，你有想过你的人生到底是什么？可重点是每天都好像在玩一样。然后呢，这个玩乐每天觉得有趣才是最重要，有没有达到目标不重要。这个有些人他可能像这个玩那个早期的超级玛丽，其实有很多人他有很好的回忆说哦玩得很开心。可是我问说，那你有破关过吗？你有打过最后一关？很多人说哦没有啊，根本就没接近。所以他不会因为没有破过最后一关，他就说哦我很失败，我好后悔玩那个，我的人生是个失败的，好就是怎么那么惨啊，对不对？可你只要有玩，你就是成功，你就有快乐过，对你没有你不玩，你才是失败。所以说人生游戏一样，你如果每天就在想说我人生怎么那么惨那么痛苦，要一直忍耐的话，那你就输了。可是如果你说，哎，我要怎么样去把人生当游戏玩？你只要有在玩，就算没有达到你最终的目标，你还是成功了。那有些人玩完他的人生游戏了，他就可以退休，因为大部分的人生游戏很多人游戏是达到目标就经济状况也不错，可以退休，或者大部分人他会想要去找下一个人生游戏去玩。其实像很多认识的一些创业家，他们非常成功嘛，就公司卖掉了什么100个 million，什么1亿块卖掉或什么的，他们常常很多我认识，他们就说哦太累了，压力他终于这个离开了，我退休再也不要再工作了。结果很多过了6个月，他就忍不住，他又回去又开了新的公司，虽然他觉得很痛苦，那是为什么？因为是因为他上瘾了，那就是他最喜欢玩的游戏，所以你叫他不要玩了，他觉得更痛苦。对，所以呢，就不要害怕，旅程是最重要的。对，那所以这就是我的10000个小时游戏的一个快速总结，然后就是希望说大家也可以采用一些里面的一些想法，让你的人生变得不但更有方向，是更有趣。哦，我再讲一个好了，就是说这本书呢，它的一个特色，对不对？是说有2点啦，就是说它第一个当然是从一个好玩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就是什么东西它不是只是一个世界上会发生不好的事情，它是说从游戏的角度去看，觉得什么都可以用好玩的方法、好玩的态度去挑战。可是第二个呢是说它的特质是说它把6部连成一贯。因为其实外面也有很多书是说怎么找到人生方向的，或者知道你的天分在哪里，或者怎么样去跟人家做人际社交的。对，那可是我们这本书发现，就是说，你这6部一定要连在一起，不可以说分开去想它。我们去研究的这些什么 OP Hero 嘛，就是这些超能英雄，我就说像是甘地啊、迪士尼啊、这个居里夫人、什么达文西，他们只有5部连在一起、连成一线的时候，他们其实人生没有那么成功的。他们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明明很有天分。对，达文西他40岁的时候，人家还觉得他是鲁蛇，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建立人脉，让他周围好的可以帮他的人，然后什么的。所以40岁的时候，还是大家觉得他是鲁蛇。他是40岁学会了怎么样建立人脉，他的人才起飞的，才变所谓的伟人的。所以说这本书也是说怎么样把6个连在一起。对，所以可以去。今天听一听，有学到也就直接用就没关系。可是当然，如果觉得有兴趣，也可以去看看书。就这样啦，谢谢。